Day 10。昨晚韩振宇倒戈，他用5年才赌出那一句话。沈律师的女儿在韩道宗手里5年，父亲死了，哥哥还困在山上那栋山庄。3个人质，倒数4天。林雨晴把这些压进咖啡杯底，今天早上她只等一件事。天外之声说过，10点周薇薇会主动来找她，她在求救，不是设陷阱。天外之声这集第一次开口，不是预警，是确据。周薇薇在求救，不是设陷阱，带她去她妈妈那里。她没有意外，她早就知道茶水间还有另一双眼睛。小杰，3个月了。小杰在这间公司替另一个人看着我，已经3个月了。他以为我不知道。9点58分，周薇薇话抓了，但眼神没画好。5年的算计换成今天这个走路的姿势，太用力，说明他在怕。李雨晴，我需要你陪我出去一趟，今天下午。几点？你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就什么时候。11点半，公司楼下。3个月前，他第一次躲他眼神，他就记住了。今天更严重，被收买的人不会说晚，他们只会躲。林雨晴决定给他一个可以用的软。小姐，我今天下午3点去大安区见个投资人，你帮我叫台车。好，林子。大安区下午3点。假的，他今天不去大安区，他要去的地方只有天外之声和他自己知道。小杰，你今晚会来找我，你怎么选，决定我开不开那扇门。出售款是周薇薇选的，这里没有人可以大声求救，也没有人可以大声说稳。5年的内鬼，他连选地点的方式都是防守型的。林雨晴读懂了这一点。你要硬碟，我要我妈。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拿到东西不会消失？你等了5年，那份东西交出去之后，你打算去哪里？我想清楚了，所以我才问你值不值得信。我不跟你保证，我告诉你一个地址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5年，他透露韩道宗每一笔洗钱指令，每一通威胁电话，父亲案的全部底稿。他没有存来反击，他存来换妈妈。这5年，周薇薇不只是被困住的人，她一直在等一个值得赌的人出现。今天，林雨晴出现了。硬碟进口袋，一张口袋里装着5年的韩道宗。父亲死前没看到的那些东西，今天全在这里。假救活送出去快5个小时了。小姐，大安区那趟车你叫了吗？天外之声，本集第2次开口。他说的不是现在，他说的是今晚。小杰，今晚小杰会按你的门铃，让他继续扮演那个角色，只是换一个方向。他站起来的那一秒，不再是5年的对手，是另一个被困住的人，刚刚决定赌最后一把。林雨晴见过这种眼神。5年前，他父亲出事的那个早上，他照镜子，也是这样。这个地址，沈律师守了5年没告诉任何人。林雨晴昨晚拿到他，用什么方式，沈律师没问。有些问题不需要开口，出现本身就是答案。5年前，沈律师把23岁的薇薇送进韩道宗手里。不送，全家死。送了，女儿活着，但从此不能开口叫妈妈。5年后，门打开了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这2个人都知道这句沉默值多少重量。林雨晴背对他们，给2分钟。父亲走的时候，没有人给过他这2分钟。我父亲死的时候，没有人让我这样哭过。
2分钟到，悲伤推到股东会之后，硬碟压上桌，今天剩下的每1分钟都是战略的。说正事，我哥哥现在被藏在韩道宗名下的一个山庄，不是在看守所。那个地方我去过1次，我知道那里怎么进。股东会4天后，我们不是去求他，是让他当住所有人的面解释。你需要我出庭吗？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活着走到股东会那天，其他的到时候再说。文章的侧门入口，沈律师背了5年，5年前他差一步从那扇门把女儿接出来，最后没有走进去。今天他把那个地址交出去，让另一个人去完成他没做到的事。大安区下午3点，没有计程车出发记录，小杰没有传出去，他选了。天外之声说今晚他会来，这是今天第2个预言成真的时刻。林雨晴没有惊烂，他开这扇门是因为他等了1整天。林子，今天下午那台车我没有叫，我也没有传出去。我知道，我开这扇门不是要听你道歉，是要给你一件新的事做。你要我继续替他们传消息？赏我给你的，告诉他们，明天我有动作，但不是上山。23岁，被收买时以为是兼差，3个月后他才知道那叫出卖。今晚他用同一个身份选了另一个方向，连被收买的人最后也站回来了。明天上山接我哥回家。Day 10，结束。桌上一个更迭，1张山庄色门地址，3个人质的位置全部困军。韩振宇倒戈，沈律师开口，周微微交底，小杰反水，4个人都选了同一边。今晚天外之声沉默了，他没有下一句预言，因为明天的事林雨晴自己清楚。上山接哥哥回家，还剩3天。